我前脚刚和霸总老公离婚，没想到后脚却查出怀孕了。为了不失去孩子的抚养权，于是我偷偷将孩子生下并藏了起来。结果2年后，公司派我去采访他，为了不失去工作，我只好给他打去电话。接通的瞬间，一道熟悉的嗓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，我咯噔了一下，在心里骂了句杀千刀的，这不是秘书办的电话吗？为什么接电话的会是总裁本人？厉景晨见电话那边没动静，又开口说了一声喂。见状，我只好捏着鼻子，故意伪装成熊二的声音，请问是地景集团吗？俺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但厉景晨还是听出了我的语气，随后他哼哧了一声，有事快说，装什么熊？我强压心中的不悦，用温和的语气开口道，我们公司想要对您进行采访，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？可厉景晨却高冷地甩出了俩字，没空。闻言我也没再强求，您既然没空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，祝您生活愉快。接着我如实向部长汇报，厉景晨说他没空接受采访，结果部长听到这话，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。厉景晨亲自接的电话，我淡淡嗯了一声，又把话重复了一遍。部长不紧不慢地分析，他能接你电话说明有戏，刚才你态度是不是不太好？再重新打一遍，态度好点，好好和人家说。我直接无语了，真是钱难赚屎难吃。无奈我只好重新给他打去电话，但这次厉景晨的声音却有些轻蔑，前妻你又干嘛？我抿了抿嘴唇，真想把他臭骂一顿，但为了工作，为了养儿子，我只好忍了。厉总，那个采访的事情，希望您考虑考虑。厉景晨忽然笑了一声，你求求我，不然我不接受采访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我只好放低态度。厉总，拜托，求您接受我们公司的采访。厉景晨闻言，嘴角荡起浅浅的笑声，他没有立马答应，而是让我发信息跟他联系，随后便挂了电话。但我早就把厉景晨给拉黑了，上头让我用公司的企业号给厉景晨发，我见状只好照办。过了许久，厉景晨回了一条消息，你怎么不用你自己手机号给我发？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这是我们办公室的企业号，专门用来联系客户的。厉景晨对我的回答显然不满，用你自己的号码给我发，不然就一切免谈。见状，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没想到我江童竟然也会有被前夫哥拿捏的一天。明明之前都是我拿捏他的，但生气归生气，我还是得完成公司给我派发的任务。接着我将他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，用自己的号给他发去消息，谈谈工作吧。厉景晨用调侃的语气回复道，怎么谈？要见面谈？可某人不是说过再也不见了吗？这让我很为难啊。我此刻终于意识到，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这年头真是钱难赚屎难吃。我平复了一会心情后，再次给他发去消息，下了班见面谈吧。发完我就把手机倒扣了，结果临近下班时，徐苗苗忽然打电话过来，说我儿子江明阳发烧了，让我快点过来。我听得很是着急，也顾不上和厉景晨的约定，下班后就急匆匆赶往医院。小家伙发烧了在打针，徐苗苗在帮忙照顾着，我让他先回去，剩下的交给自己就行了。在徐苗苗走后不久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接起时打了个喷嚏，鼻子有点鼻音。厉景晨沉默了2秒，接着问道，你怎么了？我说没怎么，然后反问他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厉景晨开口道，不是你要下班后见我吗？地点呢？我蹙了蹙眉，改天吧，我今天没时间了，因为我现在要照顾江明阳，哪里还有空去见他？厉景晨闻言有些咬牙切齿，江童，你一次次玩我，好玩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还和之前一样爱你？说完他便气愤地把电话挂了。我无奈苦笑，我知道厉景晨说的是那件事，离婚前我喝醉酒的那次，那时我说了很伤人的话，结果不久之后他就提了离婚，他说不会再爱我了。我这一夜睡得不是很安稳，就这么照顾小家伙到了天亮。隔天早上江明阳醒了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可怜兮兮地喊了声妈妈。我摸了摸小家伙的额头，不发烧了呢，肚子饿吗？江明阳点了点头，妈妈饿了。随后我端来一碗粥，给你买了白粥，喝吧。江明阳见状，小脸都快皱成了核桃，怎么又是白粥？俺都感冒了。我失笑一声，就是因为感冒就更要喝粥了。乖乖听话，等你好了，我请你吃好多好吃的。江明阳咽了咽口水，这对饥肠辘辘的小家伙是一种多大的诱惑，一边想象着牛排披萨的画面，一边喝着米粥。喝完后他开口道，我们回家吧妈妈，杨洋不喜欢医院。我了一声，等会让医生叔叔给你检查一下，没什么事情就可以出院了。在经过医生的检查后，江明阳已经没什么大碍，我办理完出院手续就抱着他回去了。到家把江明阳安顿好后，我立马拿出手机给厉景晨发了条信息，抱歉今天放了你鸽子，明天见面行不行？然而厉景晨却并没有回复，我为了自己的工作前途，只好又发了条信息过去，拜托拜托，赏个脸接受我们公司的采访吧，厉总你最帅。但厉景晨却还是没回复，我无奈耸了耸肩，这狗男人还和从前那样，还是那么记仇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我下午才去的公司，我坐在岗位上忐忑不安，因为昨天我没有提前请假，再加上还放了厉景晨鸽子，我都有点不敢回来了。
这时部长朝我这边走了过来，我默默低下头，已经做好了被臭骂一顿的准备。但部长过来后却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还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。江童，你可真厉害，你是我们运营部的骄傲啊！我有点不解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部长笑着开口道：厉景晨答应接受公司的采访了。江童，不愧是你，真厉害！我愣住了，有些半信半疑，真的是厉景晨本人接受的吗？没错，厉总已经在会客厅了，他要你亲自过去，别给我们运营部的人丢脸哦，要好好采访。我本来想拒绝的，但部长说这次采访成了，月底给我发1万奖金。于是我拿着公司的采访稿，就快步来到了会客厅。此时厉景晨坐在沙发上，微微颔首，黑眸含着几分戏谑。我走过去，坐在他旁边的小沙发上，感谢厉总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公司的采访。为了不浪费您宝贵的时间，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几个简单的问题。厉景晨冷冷嗯了一声，他双腿交叠，姿态雅然，并没有很大的架子。我照着稿子上的内容向他提问：厉总为什么会答应接受我们公司的采访呢？厉景晨微微眯眸，然后吐出2字：我闲的。我在心里默默吐槽，可不是的吗？他今天肯定闲得没事干才会过来，而且听这语气，他肯定还生气我昨天放他鸽子的事情。接着我又开口询问厉景晨，是有什么动力支撑着您去创立公司的？闻言，厉景晨的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，他紧盯着我的脸庞，一字一句道：因为有一个人让我知道，男人需要有很多钱，在他面前才有说话的底气。我微微怔住，那么厉总现在应该底气十足了，您是南地市最年轻的亿万富豪。但厉景晨却说还不够。我接上话茬，看来厉总很有野心，接下来会继续将公司做得更大。厉景晨嗯了一声，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。我眼神一沉，又向他抛出一个话题：据了解您是单亲家庭，从小和母亲一起生活，您的工作方面，您的母亲给了您很大的支持吗？厉景晨颔首，淡淡道：还好，工作方面他几乎不插手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虽然工作方面不插手，但是感情方面呢？还好现在已经离婚了，再也不用受那个气了。我翻了翻稿子，照着稿子继续念道：那么最后一个问题，在感情方面，您是单身吗？厉景晨凝视着我的脸，企图从我脸上看出一丝丝表情。我抬头，眸子清澈又无波无澜，里面仿佛含着丝毫都不在乎的情绪。厉景晨骤然认真了起来，一字一句道：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采访临近尾声时，我按照稿子上的内容向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厉总，请问在感情方面，您是单身吗？厉景晨凝视着我的脸，企图从我脸上看出一丝丝表情。我抬头，眸子清澈又无波无澜，里面仿佛含着丝毫都不在乎的情绪。厉景晨骤然认真了起来，冷冷道：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闻言，我微微一愣，内心不由泛起阵阵涟漪。接着我故作镇定：是吗？那么恭喜您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而厉景晨抿了抿嘴唇，什么都没再说。采访也到此刻结束，我起身伸出一只手，感谢您参加我们公司的这次采访。厉景晨垂着眸，客套地和我握了一下手。等他离开后，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部长很无语地来到我旁边：你是不是傻？刚才应该继续追问他未婚妻是谁，这样才有爆点啊。但我哪有那个心情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已经有未婚妻了。我想厉景晨的未婚妻应该是他的前女友吧，那可是他的白月光。我就这么一直想到下班。在平复了一回心情后，我便开车离开了公司。结果在路上开着开着，车子却突然响起嗡嗡的声音。我察觉到不对劲，然后关了车子，又重新启动，但车子还是发出了一阵厚重的嗡嗡声，紧跟着有一股刺鼻的味道钻了过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忙下车检查，不会这么倒霉吧？结果真是车坏了。见状，我只能环顾四周，想着能不能遇到一个好心人，可以载自己一程。就在我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一道 LED 的车灯突然晃了一下我的眼，我一愣，以为是哪个好心人，赶忙笑容满面招了招手。下一秒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便迈开长腿下了车。我看清楚对方的脸后，笑容立刻垮掉了。厉景晨单手抄着兜，慢悠悠走了过来：需要帮助吗？我抿了抿唇，说了句不需要。厉景晨看穿了我的窘迫，车坏了，但我要面子，硬说没有，自己就是出来透透气。可话音刚落，我那辆白色的保时捷又发出了嗡嗡的一响。厉景晨冷笑一声，让我到一边去。我只好听话照做，乖乖站到了一旁。几分钟后，厉景晨合上引擎盖，眼底多了几分严肃：江童，好好的车被你开成这样，发动机都弄坏了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我有些心虚，不好意思说自己没钱加95号的汽油，于是便谎称车已经2年多没检修了。厉景晨眉头一皱：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车都是我给你做保养的，现在都离婚了，这种事我不能再替你想那么周到，以后你得自己想着，知道了。我捏了捏指尖，我不是不想，是我根本就没时间想，不仅工作忙，还要照顾孩子，完全就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。厉景晨看我这落寞的样子，眼神变得有些复杂。先上我车，你这辆车不能开了。我打电话叫拖车。我叹了口气，也只能先上厉景晨的车了。车子启动，我的手腕撑着额角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白被留在了路边，还打着双闪。厉景晨看了我一眼：紫薇花园在宁安路，你跑长江路干什么来的？
的。我眼神一闪，随便找了个借口，有点感冒，去医院一趟。厉景晨闻言表情有些复杂，他眉头一皱，感冒了？我敷衍的嗯了一声，你找条路把我放下就行，我自己走回去。厉景晨没有回答，而是忽然探过一只手来，抚摸上我的脸，他修长的手指让我下意识的躲了一下。厉景晨似笑非笑，我还能吃了你不成？你脸脏了？我淡淡开口道，没有，只是怕你未婚妻看到会误会。厉景晨没说话，在路过一家药店时，他让司机停车，然后他下了车买了一袋子的药，塞到我怀里。天冷了注意保暖，尤其是你这个敏感的体格更要注意。我心里揪着疼了下，你干嘛还要这样？你都有崔莹莹了。厉景晨缓缓挑眉，你提她干嘛？我冷冷道，你不用瞒我的，你的未婚妻就是崔莹莹对吧？崔莹莹这个女人，在我和厉景晨的离婚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我现在提起这个名字，都有些咬牙切齿的无语和无奈。厉景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认真的凝视了我几秒钟。不吃醋吗？我嘴角一扯，我吃什么醋？厉景晨垂落在身侧的手突然一紧，也对，你又不爱我。我闻言没有说话，我知道厉景晨心里有根刺，正如我心里也有刺一样。算了，爱不爱的还重要吗？反正绝对不可能复婚了。很快到了紫薇花园的门口，我准备要下车了。厉景晨凝重地看了我一眼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以后不可能再管你的事情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也祝你和他幸福。说完，我便头也不回地下了车。等我回到家时，江明阳已经睡着了。我坐在床头，凝视着江明阳熟睡的小脸，孩子高高的鼻梁骨，薄薄的嘴唇，简直像极了那个男人。我不敢让孩子暴露在厉景晨的面前，他都要结婚了，以后他会和别的女人有别的孩子。至于儿子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好好照顾好他的。我低头亲了亲江明阳的脸蛋，晚安，我的宝贝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，办公室的同事都在吆喝着。发工资本应该是件开心的事情，但我看了看工资条，却两眼一黑，2500，怎么工资又降了？明明上个月还是2800的。沉香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知足吧，你经常请假迟到的，全勤都扣没了。我垂下眼眸，自己请假是因为要照顾江明阳啊，孩子太小，又没有钱找保姆，而且又不能总交给好闺蜜照顾，这让我想自己创业的念头更加坚定了。下班后，我掏出手机，打了一个很久都没联系过的号码。喂，妈，那边很快传来声音，彤彤怎么了？我张了张嘴，话还没说到一半，就听见了小孩的哭叫声，接着董亚兰哄孩子的温柔嗓音就透过听筒传了过来，宝宝乖，不哭不哭。我微微一愣，捏着手机的手不由紧了几分。这时董亚兰开口追问道，彤彤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不是和你说过，你都结婚了，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我深吸了口气，眼圈有些泛红，我和厉景晨早就离婚了。妈，我下班后能见你一面吗？董亚兰沉默了几秒，你来我新家找我吧。随后我来到了新城区，在管家的带领下走进了他居住的别墅。此时董亚兰怀里正抱着个小姑娘在哄着，这小姑娘看起来比江明阳还小，是个女儿，长得白白胖胖的。我开口问了句，妹妹叫什么名字？董亚兰淡淡道，叫文雅，是我老公给起的名字。闻言我抿了抿嘴唇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一只手伸到兜里面攥了攥衣服口袋。而董亚兰的眼底浮现出一抹抵触和生疏，说吧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开门见山直接就说了，妈，我不想上班了，我想创业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10万块就好了。董亚兰的脸色一沉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的，从你结婚的时候就和你说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家庭，我要对我新的家庭负责。我连忙解释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说是借的，我以后一定会还你的。董亚兰摇了摇头，你去问你爸借去吧，他有钱，他不能不管你吧。我无奈道，从我嫁给厉景晨之后，我爸就不管我了，他看不上厉景晨，因为起初他想让我和个富二代结婚，我不同意他就生气了。董亚兰沉默了2秒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你也25、26了，不是小孩子了。我眼角泛起一丝红晕，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董亚兰叫住了我，有些不解，你和厉景晨为什么离婚？当时不是非要嫁的吗？我没转身，只是面无表情擦掉眼角的泪滴，过不下去就离了。董亚兰皱了皱眉头，是不是你脾气不好，总耍小性子，人家受不了你了？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也不知道改改臭脾气，不然谁能和你过一辈子？闻言我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容，转身面无表情凝视着董亚兰，你自己的婚姻都不咋地，还好意思说我吗？董亚兰立马破防了，对着我大声吼道，你给我出去！我离开了别墅，手上拿着一块玉，落寞地走在路上。今天来找董亚兰，本想着给那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准备的一份礼物，虽然玉佩才1000多块钱也不贵，可这是我的心意，但终归还是没送出去。想必董亚兰也不稀罕这1000来块的玩意，于是我又回到了那个商场，想把这块玉给退了。而买玉佩那个老板也很通情，二话不说就给我退了。从商场离开时，还买了江明阳喜欢吃的肉肠和牛排。我刚付了款，兜里的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董亚兰
发来的，这是5万块钱，你收了吧，剩下的5万你问你爸要去吧，以后你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了，我没要这5万块，把转账又给退了回去。不用了。董亚兰又发来一条消息，你拿着吧，全当我们母女一场缘分到此，已经尽了。我快速在对话框敲出一行字，我知道了，董女士，祝你们一家3口幸福。可刚发完，董亚兰就立马打了电话过来，你这个臭丫头阴阳怪气什么呢？你自己上门问我要钱的，现在给你钱了还不成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的声音没什么情绪，我没有阴阳怪气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去找你的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打扰你了。董亚兰刚要说什么去反驳我，结果小孩子又哭了，我听见了小孩子的哭声，还有董亚兰温柔的嗓音，乖女儿，我的乖女儿，不哭不哭，妈妈在这呢。我挂了电话，再也按捺不住眼泪决堤，再怎么没钱都没哭，车报废了也没哭，离婚也没哭，但现在我听见董亚兰说，乖女儿，不哭不哭，妈妈在这，我真的忍不住了。这句话我好久没听过了，但我的妈妈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我也没有靠山了，我就这么坐在商场的门口，擦着崩溃出来的泪水。这时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缓缓驶过街道对面，坐在车里的男人面无表情翻阅着文件，冷不丁的一抬眸，似乎是看到了什么，忽然对司机呵斥了一嗓子，停车。司机照做，厉景晨没下车，他凝视着我坐在台阶上哭泣的场景，眉头突然狠狠一皱，这还是厉景晨第一次见我这么伤心。